本节目是由奇优联机宝赞助播出。全宇宙的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念剧。一个星期不见，你们是不是很想念奇优联机宝呢？哈哈，一个星期没看到联机宝广告，是不是觉得玩联机游戏都会丢包呢？哈哈，所以赶快来了，奇优联机宝，交互游戏主机最好的联机加速硬件。这段时间有一些游戏淡季啊，我们开始聊一些新游戏之外的话题，也是很多观众一直想让我们出的话题啊。当然，这中间如果有值得聊的新游戏，我们也会出视频。而这2期视频呢，我们想先出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话题。就是讨论电子游戏的起源以及电子游戏的未来会何去何从。为什么要先做这2期呢？我们会在视频中聊到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这2期视频的讨论。好，我们先来看看关于游戏的起源。游戏这个词在还没披上科技的外衣时，根本不能算作是一个大词，和走路、坐下、呼吸差不多，就是个融入生活的小词。但自从游戏触电之后，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让全世界的年轻人们疯狂，也让家长们慌得一逼。现在电子游戏这个复合词甚至简化并替代了游戏。现在听到说我在玩游戏，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一定不会是丢手绢，游戏这个词被重新发明了一次。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游戏根本就不用发明，它就是生命的本能，只要满足了温饱，摆脱了生存危机，剩下的事情除了繁衍，就基本都是玩游戏。几只小猫咪互相打闹，几个小屁孩玩过家家，几群大人在微博上互骂，本质上都是玩游戏。甚至小到个人爱好，大到人生梦想，如李白吟诗作赋，伽利略研究天文，包括马云爸爸拍电影办比赛，只要和生老病死无关，都是在玩人生这款游戏。所以玩游戏并不是电子带给我们的新鲜事物，它本身就是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电子只是它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这2期不聊生命哲学，只聊电子这种形式。虽然游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但是想要认真玩，还得有个重要的东西——游戏规则。因为只有了明确的规则和目标，这个游戏才能长期的玩下去。小时候把手比成手枪，熊孩子之间啪来啪去，半天都打不死人，谁都不服谁。这种没规则的游戏，长大了没人玩得下去。就算是人生梦想，也得有最后是否成功作为评判。因此，成熟的大人们开始为游戏制定规则。所以如果屏幕对面的观众还没有成年，以后大人们要是对你们说我们才不爱玩游戏，你们就可以反驳说不对，你们只是更爱玩有规则的游戏。现在我们无法考证最古老有规则的游戏是什么，但围棋、象棋、五子棋、足球、篮球、曲棍球都足够古老。这些游戏传承至今，确实经典。去天台看足球的人每年都越来越多。这些游戏之所以能够传承这么久，很大原因是规则够简单，几条简单明了的规则，容易记、好理解，同时还能有千变万化的结果。这在过去普遍民众智商不高、空闲时间也不多的情况下非常重要。当然，其实象棋、围棋已经比较高端了但各个国家和文明还是有一帮人有着更强的思考能力、更轻松的生活环境，一般都是些精英贵族、士大夫阶层他们出于对战争模拟训练、对锻炼脑力、逃避女士烦扰和更好的打发时间等高大上的理由，开始创造比象棋、围棋规则更复杂、限制也更多、情况更具象的游戏——桌面战棋游戏。在那个时候，或者应该叫沙盘推演游戏。可惜我们的历史并不注重记载游戏，我们无法考究最早的沙盘推演游戏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地区出现的。这个估计不是坐在电脑面前查阅资料就能整理出来的，必须是要行万里路考究出来的。这也是我有生之年想做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实现吧。我靠，发现陨石坑！日月如梭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随着2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民众的智慧和心智也有了质的飞跃。前沿思想和尖端科技不再只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是更多汇聚在大学和民间。因此，童心未泯的天才们不再满足于足球、篮球、象棋、围棋，曾经上层社会的战争游戏开始在年轻的天才们之间流行开来，并被人们明确地称为 War Game 战棋游戏。这些战棋游戏和象棋游戏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魅力在于，它们更加具体，更加贴近现实。象棋、围棋为了简化规则，把战场变得非常意象化，虽然便于推广，但也因此丢失了很多乐趣。为什么骑着马就一定要走日字形呢？都弄正吗？
大炮中间不隔个人就打不出去吗？这不缺心眼吗？而战棋游戏可以制定更详尽也更真实的规则，可以带入现实的历史战争为背景，可以扮演某一个英雄人物，更可以融入魔法、奇幻等民间传说，乐趣性更高，更能满足当时天才们的奇思妙想。如果说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历史进程的必然，那战棋游戏的出现也将是必然。而战棋游戏出现之后，现代电子游戏诞生所需要的床就已经温好了。1954年，这年出版了有记载的最早的商业性战棋游戏。一个叫查尔斯·罗伯茨的美国人建立了阿瓦隆游戏公司，推出了名为《战术》的战棋游戏，大获成功。这名字也只有第一个干的人才用得上并从此打开了商业化战棋游戏的市场。后来公司因名字纠纷改名为阿瓦隆之丘游戏公司，并被孩之宝收购后归到威士忌的旗下，现在仍然健在。如果各位上阿瓦隆之丘的官网，还能看到在售很多精美的战棋游戏，忍住不要剁手啊！因为2次大战刚结束，人们非常热衷于讨论真实战争，所以一开始的战棋游戏大多是以真实战争为背景。但很快，随着经典奇幻小说《指环王》的越来越红，奇幻类的战棋游戏开始大放光彩。多说一句请不要拿《指环王》和起点修仙小说相提并论因为奇幻背景和战争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故事和结局上的限制。比如说玩滑铁卢战役，扮演拿破仑大破英军和普鲁士之后，剧情也就停了拿破仑毕竟还是拿破仑，不能换新轮。但奇幻背景因为完全是虚构的，故事上没有必要停下来，并且棋子也没有必要对其限制。既然是虚构的，就应该让玩家自己虚构棋子。所以1973年，一个叫格雷基格里斯的人天才般的在奇幻游戏里加入了角色扮演这个设定，也就是玩家可以自己设定角色的性别、种族等属性，并自定义一套代表各项能力的数值，这样不同的玩家、不同的角色游玩同个游戏都能有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个天才的举动放到今天，点赞估计会被点爆基格里斯把这套规则投稿给当时很多游戏出版公司，和很多励志故事一样，这些公司并不看好并拒绝出版。因此，基格里斯和几个好基友合力创办新公司，自己来出版他们设计的游戏。这个公司叫做战术规则研究公司非常军方的一个名字英文是 Tactical Studies Rules， 简称 TSR。可能有些80后的老玩家还见过这个 logo。而他们发行的世界上第一个有角色扮演成分的游戏，就叫做《龙与地下城》，简称 D&D。这几年或许这个名字出现的少了，但是相信在游戏圈混迹久了，多少都听过几次 D&D 的大名。我们经常提到的博德之门就是用的 D&D 背景。我个人就是 D&D 背景的狂热粉丝。虽然奇幻背景还有很多优秀的设定，比如龙枪、战锤、指环王等等，但我个人最钟爱的还是 D&D。世界上很多作家也为 D&D 背景写精彩的小说，黑暗精灵三部曲、冰封谷三部曲，至今都能看得如痴如醉。这些奇幻游戏套件在当时实在是太火了，甚至直接诞生了新名词，不再叫战棋游戏，而叫桌面角色扮演游戏。玩角色扮演游戏，俗称跑团，是当时非常火爆的活动，而这些游戏也给后来电子游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后话了。至此，桌面战棋游戏、桌面角色扮演游戏这两个基本元素已经成熟，而电子游戏诞生的另一个基本元素电子也在另一头悄悄形成。早在194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二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还没有请出胖子。计算机出现后20多年间，都是在为战争和科研服务，直到1960年代左右才相对普遍在各大名校里出现。1962年，在 MIT 没错，就是那个开了挂的麻省理工，以史蒂芬·罗素为首的一帮学生，在当时学校的新电脑上，竟然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作风败坏、不求上进地开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款电子游戏，名叫《太空大战》。当时的画面是这样子的非常震撼我感觉这跟看军用雷达没什么区别嘛。其实就算罗素这帮人不做出这款游戏，电子游戏迟早也会被别人做出来，这又是个必然。潘多拉之盒从来不以人的意志来开启，它本身就具有自动开启的功能，罗素只是这个功能里的一串代码。当然，作为第一个实行代码的人，罗素依然值得我们仰望。从此以后，各路大神、各种大学里的鬼才相继投身于这个新发现的大陆，很快出现了各种原型游戏、电脑空间、太空侵略者、银河游戏等等。但这些游戏还只是大学天才们的小创造，只有很少人看到它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比如名叫诺兰·布希内尔的年轻人。电脑空间就是诺兰模仿太空大战做出来的并授权给当时一弹珠游戏公司，放在弹珠厅和酒吧。但由于过于复杂的游戏方式，让这个游戏无人问津。但诺兰并没有灰心，
他坚信游戏一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在1972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游戏公司 Atari 雅达利，并很快推出了史上第一台电子游戏街机 Pong。这个游戏简单明了，容易上手，看一眼就会玩。将它放在酒吧之后，差点没有挤爆那个小酒吧。之后购买这个街机的订单就高达8000多台。雅达利依靠它成功站住脚跟，并迅速发展壮大成游戏公司巨头。不过事实上 ，Pong 是一款抄袭作品啊。它是诺兰抄袭了当时一台家用游戏机《奥德赛》里的一个叫拼碰的游戏，玩法和名字几乎都是照抄。而之前的电脑空间也是抄袭《太空大战》的，简直是抄袭界的祖师爷啊！有些公司不用拜财神了，应该拜诺兰。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奥德赛》这台家用游戏机给雅达利钻个空子。没错，在雅达利这个首个游戏公司出来之前，在碰这个首个街机出来之前，拉夫·亨利·贝尔就已经做出了世界上首个要接在电视上的家用游戏机——米洛华奥德赛游戏机。这名字也是想不开才敢这么取啊，比微软还糟糕。虽然糟糕的运营让这款游戏机很早就失败了，但它可以算是第一个商业化的游戏硬件。它也证明了家用机的历史原来这么长。后来的雅达利成长为了游戏界的龙头老大，推出了很多经典的游戏和家用游戏机。我们热爱的史蒂夫·乔布斯在创业前就在雅达利里工作过。而雅达利推出的雅达利2600也成为了当时最畅销的家用游戏机。当时是1977年，属于家用游戏机的第2世代。雅达利如日中天，游戏界也红红火火，似乎美丽新世界就在眼前。如果把雅达利壮大前的电子游戏界叫做萌芽期，那雅达利之后的游戏界就可以叫做野蛮生长期。许多游戏类型和玩法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在一开始，不管是太空大战也好，乒乓也好，都是纯粹的考验操作能力的原始动作游戏。题材要么是打飞机，要么是打球。但很快玩家就不满足了，游戏这东西不是本来就有吗？那么多桌面战棋游戏不就是最好的蓝本吗？因此，桌面战棋游戏很快电子化了，而桌面角色扮演游戏也很快搬上了电子世界。因此，几大游戏类型很快形成：角色扮演类、策略战棋类、射击类、动作类、运动类。而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还是角色扮演和策略战棋类，因为这两种类型对后面要求并不高，符合当时的技术力。本来嘛，在桌面上玩的时候靠的就是脑补。第二，就是这种类型在现实玩的成本比较高，就不要说买一套战棋或者一套 D&D 规则书要多贵啊，光是玩的时候要记住规则，要计算数值，要人监督，要玩家配合等等一系列，就不是谁都有条件的。前几年巫师3大热，导致昆特牌大热，有很多人问我昆特牌有没有实体版呢？如果有会不会火起来啊？好像大有取代麻将的势头。对于早年参与过跑团的我来说，回答是不可能的。实体版不仅不可能火，估计玩第二盘就不想玩了，因为昆特牌的数值设计太大，往往到最后攻击上百，而这其中有加减乘除各种运算，而且还要每一回合都要计算。打一盘基本80%的时间都是在按计算机，这种设计就只能在电脑上玩。而其实当时的桌面游戏也面临这个窘境，如果规则和计算方式再复杂点，就没人能玩得下去了。但如果不更复杂，乐趣就基本停止了。而且就算不更复杂化，已经很多人无法上手了。好，这下好了，神奇的计算机来了，所有规则、计算公式、棋子、地图，玩家都不需要理了，只要搞明白怎么玩，然后尽情发挥就好，这让战棋和角色扮演的玩法能够大大拓展。因此，加入进来的玩家井喷式的发展，人们很高兴，棋子从此不见了。刚才说了，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野蛮生长期。那既然是野蛮生长，那就有其弊端。虽然长得快、长得多，但也长得乱啊。时间来到了1983年80年后的开端。随着雅达利的日益傲慢，公司的管理和经营策略都开始出现问题，做出来的游戏品质越来越差。而同时，市场里也加入了很多半吊子的公司，懂不懂技术、会不会设计的，都想到游戏市场分一杯羹。就连贵格麦片公司都来参与开发游戏，你这手是真长啊！导致大量滥竽充数、品质低下的游戏塞满了市场，既没有厂商之间的良心竞争，也没有 Gameker 这样的良心媒体帮玩家测评游戏，玩家就是劣质游戏公司用来收割和骗钱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游戏公司因为没有长期的规划，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没有任何上心，过多的开发烂游戏，过分的骗取玩家的注意力和金钱，也败坏了游戏这东西在社会媒体上的名声。电子海洛因不是我们发明的单词，远在1983年的美国，媒体们就喊出了这个口号。
因此，就在多个因素的共同压力下，1983年这一年，美国爆发了游戏界首次大萧条，直接终结了第二代家用游戏机的寿命，也迫使了80%以上的游戏公司破产。听起来大快人心啊！长达3年，北美的游戏市场严重萎缩，雅达利更是因此一蹶不振。直到现在，虽然还活着，但基本已经是局外人了，只能干巴巴的看热闹了。由于这场崩盘很多原因是雅达利引起的，所以人们也称这次事件叫做雅达利震荡。看来雅达利留到至今的遗产也就剩下这个了。去年E3，雅达利宣布重出江湖，要推出主机 Atari Box。好吧，看看能搞出什么名堂吧。直到1985年我都快出生了，这次大萧条的僵局才终于被打破。但打破它的不是美国的任何一家企业，而是来自远在大洋彼端的日本Nihon，来自一家有着接近100年历史，但70年代后才加入游戏行业的企业任天堂。这一刻，不管你是否喜欢任天堂，都得承认任天堂确实牛逼啊！任天堂携带的第一代游戏机 FC，当时在美国叫 NES， 开始打破雅达利震荡的阴影，并在1987年重新激活了全球游戏市场，从此开创了游戏市场的大繁荣、大增长，直到现在。而也因为这次事件，游戏产业的中心从美国转到了日本，日本从此在很长时间里成了玩家心目中的神圣国度，更是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殿堂。有游戏，有漫画、动画，有。当然，现在天平又回归平衡，欧美和游戏的开发力量慢慢融合，但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在游戏开发领域仍然举足轻重。OK， 起源的部分我们就回归到这里啊。我个人把雅达利震荡之前的历史定义为起源，而雅达利震荡之后的时间，直到现在，我定义为游戏大爆发时期。在这段时间呢，依然有着很多大事件啊，比如之前聊过的索尼、微软加入游戏界的竞争，还有很多没聊过的，比如世嘉主机的没落，中间日本游戏的乏力和欧美游戏的奋起，3D 技术和游戏引擎的成熟，以 GTA 为代表的开放世界的火爆和成为主流，我们中国在这个游戏浪潮里的尴尬地位等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大事件啊。而这些呢，也是很多观众经常建议我们出视频的，比如聊 GTA 和游戏引擎，就是每天都有人要求的。我们也的确一直在构思这些内容，但我发现其实很多事件之间是纵横交错的，如果都单拎出来聊，就会很多重复的部分，不说明呢，又会很多观众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就整理了下，发现我们应该先做这2期视频，先整理一下游戏的起源，然后展望一下未来，先定下一个大的框架，以后每个大事件都单独插进来。包括新游戏的鉴赏也能融入到这个框架里，这样让我们能用更高的角度了解游戏，看的自然就更多。所以这2期节目可能未来的视频里会经常提到啊。回到这一期起源，简单的罗列并没有什么大意思，我们回顾这些起源中的重要节点，是希望能看到更多隐藏在背后的逻辑。首先，我们从回顾游戏的本质可以发现，游戏并不是电子游戏才开始的啊，游戏东西其实就存在于生物的本能里，电子化只是这种新的形式。但为什么唯有电子游戏才会引发长辈、引发整个社会如此大的反感和争议呢？什么电子海洛因啊，什么游戏成瘾啊，其实这种争议哪怕在欧美也是存在的，不止在我们这里。美国很多媒体一样整天在抨击游戏怎么残害下一代啊，日本也是一样啊，别说游戏了，连漫画都骂。只不过他们骂归骂，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市场而已。那为什么30多年过去了，整个社会还是无法接受电子游戏，还是那么多争议？这中间到底怎么了？到底什么分歧？甚至直到今年的人大大会，还有人呼吁取缔电子游戏，什么管管游戏吧，救救孩子吧，等等啊。当时就有很多人问我怎么看哈，现在经过了思考啊，我也正式回应大家。首先，我来反驳一个观点啊，也就是现在最多的理由，游戏会让孩子玩物丧志啊，不读书啦，不学习啦，变废人啦。当然，我们这些热爱游戏、听游戏的玩家，必须承认的是，的确有这种事情，而且不是个例啊，是大量孩子都沉迷游戏，玩物丧志。像篮球、围棋等等，或许也有人玩物丧志，但毕竟只是很少的个例，所以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感。而游戏的确导致大批孩子上瘾，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这只是结果，而且是很表象、很短暂的结果。我们看啊，游戏出现至今30多年了，就算是90后也都出来工作了。我们并没有看到70、80、90这几代人有很大一批人是给游戏给毁掉了一代，没有。或许有这么几个案例，但是和大批玩家沉迷游戏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了。当初网吧盛行的时候，全中国有多少网吧、多少玩家都在里面执迷不悟。但现在呢，
有那么多当时的人现在都废了吗？没有啊，大家依然正常过日子，结婚生子还房贷。那是不是如果当时不沉迷游戏，认真学习，那现在那批人会过得更好呢？赚的钱更多，地位更高呢？我想没人敢下这个结论吧。我们身边也不缺乏这种例子啊，很多学霸现在依然只是温饱，很多学渣现在已经是商业大佬。学习从来都是好东西，但它从来都不能准确的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不玩游戏也不见得全部会投入到学习里。老一辈也没几个敢说，老子从来就没有虚度过光阴。老子从懂事以来，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学习，不可能。青春最大的作用就是挥霍，不浪费一点光阴就不叫青春。但没有哪一代人会因为浪费个几年就废了啊！电视刚出来的时候，媒体也在大肆渲染电视会废了下一代，还有什么嬉皮士会废了下一代，流行音乐会废了下一代，言情小说会废了下一代，反正下一代永远都是傻逼。结果呢，都废了吗？好得很啊，在广场跳舞的时候比我们还有朝气。所以如果用这种片面的结果来反对游戏，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忽视。总之，经过30年的发展，并没有看到游戏荒废了哪一代。这种误会应该和电视、流行音乐等等一样早就解除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社会的压力依然压在游戏身上。现在的玩家就算成年了，工作生活都正常了，但如果一回家就玩游戏，依然会被父母亲戚数落。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同样也是出自人类的本能——目的论。人类是个很重视目的的物种，几万年演化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明确的目的，几乎所有事情都遵循了这个原则。求神拜佛是为了保佑自己，坚定信仰是为了升华心灵。美术、音乐、文学这些艺术从诞生之初也是有明确目的的，就算是玩游戏也离不开目的。互相打斗是为了锻炼身体并建立地位，象棋、围棋是为了提高思维能力，篮球、足球归类到了体育里，体育育不就是目的吗？要么练个身强体壮，要么进军职业竞技。那音乐呢？很多小孩练钢琴、小提琴，要么是为了培养气质，要么是未来的谋生手段。就算真的是没有目的的，人们也能想出目的来包装它。总之，人类不敢说全部啊，但是大部分花时间精力的事情都是有其明确目的的。没办法，因为目的论支持着人类发展了几万年。但电子游戏出现了，有点不一样了。因为电脑的强大，我们把很多人必须做的事情交给了电脑，而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没多少了，只剩下纯粹的快乐，只剩下纯粹的玩。除了商业价值之外，很难再挖掘出目的啊。培养反应能力，那干嘛不练拳击？培养思考能力，那干嘛不学奥数？提高审美和情操，那干嘛不直接学专业艺术？反正不管找任何理由来安上一个目的，都非常牵强。电子游戏真的就是这么纯粹，真的只是游戏。至于怎么了解历史啊、提高反应啊，那都只是附带的。我们作为玩家也必须承认这一点，游戏就是好玩。那来了，人类习惯了这么多年的目的论的思维，来到了游戏这东西啊，你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不学习也不运动，光做这件事情，而且一玩还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竟然没有任何目的，竟然没有任何收获，这 TM 还得了吗？这不就叫废了吗？所以我认为，就是因为游戏从诞生一开始就不带有除了玩之外的任何目的，就是那么纯粹。而社会经过30多年的观察，除了一帮商人赚钱和玩家叫喊着第9艺术之外，就是没能给他找出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当然，现在找到个目的了，电竞，但这个目的也只是硬加上去的，其源头还是没有目的。所以现在虽然这么多电竞赛事，甚至有国家支持，依然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对老一辈来说，玩游戏没有目的就是最大的争议。所以这种争议30年来都不会消失，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0年、60年都不会消失，直到大部分人都接受了无目的的思维，才有可能化解。但这能怪年轻人吗？不能。现在这个时代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里还会越来越好。无所不能的科技滋润着我们，人工智能服务着我们。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大富大贵，虽然还是有贫富差距，但至少生存、温饱、繁衍都基本不存在问题。生命最根本的活下去并繁殖的命题基本已经解决。那这个时代的人自然会产生过去几万年都没有的想法，做一些毫无目的的事情。而且越是年轻的一代就越无目的，这一代人越来越不为别人而活，越来越为自己而活。只要不伤天害理，不侵犯他人，不违背道德伦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我们做自己喜欢但无目的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可？所以游戏的争论
不在于游戏本身，而是现代年轻人和人类几万年来的思想做斗争。长辈们希望你们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包括你们人生也得有目的啊。虽然这个目的大多是赚大钱啊，但不管怎么样，必须要有目的。就算是玩，也要玩得有目的，哪怕这个目的不是真的有转化的作用。在现代年轻人呢，当然也有很多人有大目标啊，比如什么超越马云啊，但对更多人来说，平淡的过好这一生，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毫无目的的去享受，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两种思想没有对错，只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矛盾。我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但现在它没有错。或许它唯一错的就是它来得太快，让社会无法接受。我们刚好就生在这个最剧烈的浪潮里，所以我认为电子游戏的原罪不是它有多少新技术，反而是因为它够纯粹。好，以上就是我回顾游戏的起源和本质所想到的几点，希望能对你在搞明白游戏和自身、游戏和家人的矛盾这些问题上有所帮助。但还没完啊！对于雅达利的震荡，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点什么。但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下期未来篇，因为它有很多东西更加涉及到未来。这两期或许会比较枯燥，不那么搞笑，但我个人觉得，对于想要搞明白游戏到底是什么的玩家，这两期的思考是有必要的啊！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当然，由于游戏是非常纯粹的东西，如果你玩的是联机游戏，想要联机连得更纯粹，当然不要忘记使用我们的奇游联机宝，纯粹联机，纯粹的加速。哈哈。最后就是上次E3总结视频里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个键盘啊，各位相信也看到了，最高点赞的竟然是一段打油诗。我一开始有点尴尬，诗虽然不错，但我担心是复制粘贴的，那可不行啊。为此我还特地私信给那个作者咨询，后来确定了啊，这道打油诗的确是作者本人原创的啊，而且点开那个 ID 会发现他有出视频，视频是教大家怎么作诗怎么作诗哈。所以呢，这个 UP 还是有一定的有一手的啊，而且他的打油诗呢也受大家欢迎。所以我在这里宣布，这个工程版的键盘就送给这个打油诗的作者，子诗竹段啊，恭喜恭喜！另外，量产版现在正在量产呢，很快就上架了，想要买的不要着急啊，很快了。OK， 游戏的起源和未来上篇起源篇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Game 可以同在，我是聂俊。